大家好，欢迎来到咖啡书房频道。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是核燃料干式储存。根据报道，台电已与新北市政府达成协议，将加速启用核一厂的干式贮存设施。有住在核一厂附近的网友担心，将用过燃料棒从炉心及燃料池转移到干式贮存设施，会不会有安全上的疑虑？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首先说明什么叫用过核燃料棒。核能电厂的燃料棒一般在核反应器中使用2到3个运转周期后，就会因效率降低而需要更换。这些退出的核燃料棒称为用过核燃料棒。用过核燃料棒刚从核反应器退出时，还具有很高的放射性及热量，必须先贮存于厂内的用过燃料池中冷却，等到它的放射性及热量衰减后，再进行后续处理。目前台湾核1、2厂已经运转40年了，它早期设计的用过燃料池都已经装满了，无法再容纳用过核燃料棒了。所以最后一批用过核燃料棒都还存在核反应器炉心中，尚未取出。不论政策决定要延役或除役，都必须紧速将用过燃料棒从炉心取出，转移到用过燃料池冷却。而目前核1、2厂的用过燃料池也都装满了用过燃料棒，必须先取出移转到干式贮存设施。而所谓干式贮存，则是将放在燃料池中经过长时间冷却的用过燃料棒，移到一种密封的容器中继续贮存，并在内部保持干燥环境，以防止核燃料与空气接触和可能的化学反应。这种贮存方式是以空气自然对流冷却方式排除余热，并不需要冷却水循环动力。目前核1、2厂用过核燃料池的燃料棒已放在水池中经过长时间的冷却，所以可规划将这些已经充分冷却的用过核子燃料移至干式贮存设施贮存。美国已开发的干式贮存技术是将在燃料池存放超过5年的用过核燃料，透过自然对流移除其产生的热量，并将它存放于干贮罐内。这项技术已被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认可并采用。在地震频传的地区，将核废料从炉心及用过燃料池转移到干式贮存设施，被认为是更安全的做法。为什么呢？就以日本福岛核灾来看吧。日本福岛第1核能电厂从1995年起就采用过核子燃料干式贮存设施，采空气自然对流方式进行干式贮存。2011年3月11日，福岛外海发生规模9.0强烈地震后，导致该厂的用过核子燃料池丧失冷却功能，因而发生严重核灾事故。但是该厂的干式贮存设施经强震及海啸袭击后则并无异常，所以就地震带而言，相对于用过燃料池的湿式贮存，干式贮存设施较为安全。我也想起来了，我曾经看过 New Talk 新闻有一篇荒点观点，他就曾经提到目前核1、2厂燃料池中的燃料棒之危险性。没错，这是一篇很专业详实的报道，但并没有引起重大关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研读一下。他说，台湾核1、2厂在还未达40年运转年限，用过燃料池就被用过燃料棒塞爆了，还加装隔架超过原来设计的2倍多。而最后一锅用过燃料棒至今都无法移出反应炉。台湾3座核电厂共6个反应炉和6个燃料池，如果任何一座发生像福岛一样的燃料池失水事件，它的核灾的伤害力与危害的深远可以超过任何一次世界大战。哇，这也未免太可怕了。那该怎么办呢？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启用干式贮存设施。核燃料干式贮存在正确设计和操作下，可以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式来处理用过燃料棒。所以希望核1、2厂的干贮设施可紧速顺利运转启用，将这些用过燃料棒紧速从燃料池移出吧。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储存方式
还是需确保对放射性物质的有效控制及安全管理。没错，放射性物质的有效控制跟安全管理还是最重要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欢迎留言、按赞及订阅。谢谢观赏，下次再见。